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分享这款黑白祖母格，黑和白的对比让图案看起来呢又立体又干净。这种配色呢，就是几乎你怎么搭它都不会出错。做成沙发靠垫放在客厅里呢，整个氛围就会立刻变得简洁又高级。这个祖母格本身其实很简单，结构也很基础，一半镂空，一半实心，规律也很清晰。但是连接的时候，版面的排列方式不一样，还有连接的方法不一样，都会影响整体的节奏感和立体感。尤其是做沙发靠垫的时候，这个连接技巧就真的是很关键了。这一期呢，我就带大家完整的做一个单祖母格，还有我自己的拼接方式和原作品的拼接方式，让你们更清楚的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别。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已经有基础，都可以轻松的完成。钩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编织图，非常的简单，但是我试钩了以后呢，做了一点小改动。这个是用4个锁针起了一个环，我是做了一个魔术环，也叫可调节环，我觉得更可控一些。另外一个地方呢，就是每一圈闭合的这个地方，它这里只钩了一个锁针，然后把线很松的连在一起，因为要在这个连接处上面要钩2个长针。但是这个连接的松紧掌握不好的话，就会造成这个连接位置镂空的大小不一，所以我把这里改成了钩2个锁针，然后钩一个短针闭合，其他的地方都不变。还有一个就是祖母格的拼接，这个原作品的拼接呢是边钩边拼接的，我自己的拼接方法是把所有的祖母格都钩完了以后一起拼接的。那下面我们一起慢慢的钩起来吧。线是4股棉线，钩针呢是2.5毫米的钩针，如果手紧就用3毫米的钩针。我们用魔术环形起针法起针，我们把线这样绕在手上，最后从中指绕回来，然后从这个圈里头钩一个锁针，这样这个魔术环就做好了，它是可以调节的。我们把它稍微收小一点，然后编织3个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，钩针绕线，编织2个长针，3个长针是一组，一共钩4组。然后是3个锁针，钩针绕线，编织下一组的长针。接下来是3个锁针，钩针绕线，继续编织下一组的长针。接下来又是3个锁针，钩针绕线，编织最后一组长针。编织完最后一组长针后，我们就拽这根线头，收紧这个线圈，能拽多紧就拽多紧。然后我们首尾连接闭合这一圈，原作品上这里是1个锁针，就和前面的起立针连在一起了。我试钩以后发现，如果只钩1个锁针，镂空面积就会比其他位置的镂空面积小，所以我把这里稍微改了一下，变成编织2针短针，然后和开始的起立针钩一个短针连接，第1圈就完成了。后面的这根线头我们最后处理，然后开始第2行的编织，先编织3个锁针做起立针，然后钩针绕线，就在刚才编织短针连接的地方编织2个长针。这个拐弯处只完成了半边儿。接下来是一个锁针，钩针绕线，在下一个3个锁针的位置上进针，先编织3个长针。这个位置是拐弯的地方，所以接下来3个锁针，
钩针绕线，还是在这个位置上编织3个长针。这拐弯处就钩好了。接下来一个锁针，钩针绕线，接着编织另外一个拐弯处，先编织3个长针，这里要注意了，这里是镂空和实心分界的地方。我们这半边是钩的镂空花样，那另外半边呢就是实心的。属于镂空这边的3个长针已经编好了，接下来是3个锁针，然后钩针绕线，然后还是在这个拐弯的地方钩2个长针。要注意，这个地方不是3个长针，是2个长针。钩针绕线，在3个长针上面继续编织3个长针。然后来到拐弯处，在拐弯的地方编织2个长针，然后是3个锁针，然后再编织2个长针。接下来是在3个长针上面编织3个长针。然后就到了最后一个拐角的地方，这3个长针是属于镂空一侧的，实心这边是2个长针，然后是2个锁针，和前面的起立针一起钩一个短针，结束这一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镂空边和实心边两边的针数是不是一样的。这个镂空边是3个长针，3个长针，再加上中间的1针锁针，一共是7针。转过来3加3加1，一共7针。看看实心的这一边，中间的3个长针，再加上两边各2个长针，共7针。所以拐弯的地方只能钩2针，这边也是一样，一共7针。这样我们每一边都是7针，就平衡了。我们接着编织第3圈，先编织3个锁针做起立针，然后还是在这个拐角的位置，刚才编织短针的地方编织2个长针，接下来是一个锁针，然后钩针绕线，在1针锁针的地方，也就是镂空的地方编织3个长针，1针锁针，钩针绕线，到了拐弯处，先编织第1组3个长针，然后是3个锁针，接下来还是在这个位置上再编织3个长针，这样我们这个弯就拐过来了。我们以这个轴线为分界线，右上方都是镂空花，那左下方呢就是实心的，所以我们接着编织镂空花样，1针锁针，钩针绕线，在下一个镂空的地方是编织3个长针，然后一个锁针，这个拐弯处是一半一半，先编织3个长针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镂空的部分。接下来是3个锁针，还是在这个拐弯处编织2个长针，
这2个长针呢就属于实心的部分，然后就在下面7个长针上都编织长针。然后拐弯处呢是2个长针，3个锁针，再2个长针，然后这边7个长针的上面也是照样钩7个长针。然后就到了最后拐弯的地方了。实心的这边呢是编织2个长针，然后是2个锁针，和第1个起立针用短针连接。接下来是第4圈，先编织3个锁针做起立针，然后在连接短针的位置上编织2个长针。后面的钩法就跟上一圈的钩法呢是一样的。这一圈完成以后呢，每一边都是15针。最后是2个长针。那我们就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一共钩了4圈。这个大小呢是8乘8公分，根据自己的情况，如果觉得小呢，你就再钩1圈。最后结束的时候是编织3个锁针，然后做引拔连接。然后再编织1针锁针，把线拽长一点，然后剪断。这个祖母格就钩好了。翻过来，我们把起针时候的那个线头藏一下。藏的时候呢，我们逆着它的方向藏。这样别一下呢，它就更不会脱落了。然后我们就用同样的方法把黑色的祖母块也钩好，大小都一样，每边也是15针。我这里一共钩了9块祖母格，5块黑的，4块白的，有的线已经剪断了，有的线还留着，主要是为了缝合用。把祖母格按照一黑一白的间隔呢给它铺好。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祖母格排列的方向，我们把所有镂空的部分都让它对着右上角，也就是黑白祖母格的镂空部分呢都是朝着一个方向。如果排列的方向是乱的话，那连完了以后的效果是非常差的。
排好版以后，我们还需要看一下这个线头的位置，尽量让缝合的地方呢都能有一根长线。你像这一块线头就不够长，被剪断了。那这边这个呢就没有剪断，我们可以换下位置，然后用它缝这一行。中间的这2个白的祖母格也需要交换一下位置，把短线头移到左边，留着线的移到右边，可以用来缝合。现在呢就调整好了，需要缝合的地方呢都有留足够长的线。缝合的时候是2块面对面，就直接把上面一块翻下来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从拐角的3个锁针的中间一针开始，挑针的时候我们只挑外侧的半边，黑色线看不清楚。但我们看白色线就非常清楚，只挑外侧的半边，然后钩引拔针，接下来是第2针，两边都是只挑外侧的半边，然后是引拔针。我们就这样一针挨一针的缝过去。缝合的时候稍微慢一点没关系，我们要确保两边挑的都是外侧的半针。这个黑白祖母框它是一样大，每一边呢都是15针，所以缝到头的时候一定是对齐的，不会错位的。我们一直缝到另一头拐弯的3个锁针的中间那一针。翻过来看一下，是不是非常整齐？缝的时候用白色线或者是黑色线是没有什么区别的，效果是一样的。接下来我们缝第2对，和前面一样，我们把白色的翻下来，让2个祖母格面对面，然后也是从拐角处3个锁针的中间一针开始，两边都是只挑外侧的半边，还继续用这根线钩锁针缝合。然后继续缝合下一针，这回是白色的在前面了，应该看得很清楚了，和刚才黑色在前面的动作呢都是一样的。就是挑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我们只挑外侧，不要整个针目一起挑。我们来看一下这2组之间的过渡。看，非常自然顺滑就过来了。我们就用这同样的方法把后面的连接也给它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连另外一行，先检查一下排放的方向，不对的就调整一下。然后就用这根预留好的白色线来连，不够长还可以接线。连好以后，然后我们就来连接垂直方向。这个方向都有预先留好的线。我们把织物给它转一个90度，这样看起来容易一点。那我们就把上面的翻下来，然后用这个预留的白线把它缝合过去。下边呢就把它翻上去，然后用预留的黑线呢把它连接过去。连接完了以后，先不要着急剪断线，先检查一下方格的排放是不是都是对的。如果都是对的，那我们这时候就可以把线剪断了，然后翻过来清理一下线头。埋线头的时候尽量顺着纹路埋，这样呢就不会因为埋线头的地方呢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棱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的连接方法，方格之间连接的比较紧密，但是很干净。下面这个连接方法呢，是在连接的过程中呢，同时完成方块的编织，所以它的连接处呢也是镂空的。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的连接方法。这个黑的祖母格只完成了半圈，就是镂空的这半边。实心这边是3行，那我们就在和白祖母块连接的过程中呢，把剩下的半边给它完成了。
同样，连接之前呢，先把方位给确定好了。我们让空格呢都朝右下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连了。先编织一个锁针，然后和白色的方块呢背对背，在拐弯处用一个短针连接，接着再编织一个锁针，这样黑色方块拐弯处的3针就形成了。然后回到黑色拐弯处编织2个长针，因为这个拐弯处是实心和镂空的分界处，所以镂空的一侧是3个长针，那实心这一边呢就是2个长针。然后在下一个针目里头也是编织长针，因为和白色方块只有3个连接点，实心的最后一排长针呢一共是15个，我们要把这15个长针呢分成4份，其中有1份的间隔是3个长针，其他的3份呢都是4个长针。那我们第一份呢先编织4个长针，这里已经有3个长针了，再加1个长针，然后和白色方块在镂空处用一个短针连接起来，然后再回到黑色这边编织4个长针，然后再和白色镂空处用一个短针连接，再回到黑色这边编织4个长针，这个是第3个4个长针了。然后再和白色的镂空处用短针连接，最后这里剩1针，再加上拐弯处的2个长针，正好是3个长针。然后编织1针锁针，和白色的拐弯处用短针连接，然后再编织1针锁针，然后回到黑色这边拐弯处编织2个长针，那连接就完成了。最后把这一排长针给它完成了。最后的拐弯处2个长针，然后3个锁针，引拔连接就结束了。这种连接方法呢是点式连接，然后它是一块一块连上去的，所以连接的地方呢也是镂空的。前面的那个连接方法呢是一排一排的连接的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这个连接的方法。这是另外一种摆放风格，把4个镂空的角对在一起，形成一个镂空的方块，这样的排放也很不错。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们也有不一样的摆放方法呢，欢迎在评论区底下告诉我，我们可以互相学习。大家慢慢编织，享受你们的编织过程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